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大家好啊！我是来自广西的阿力，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的个人感情问题啊，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对象凯儿现在目前要面临一些情况，还有接下来的计划哈。前两天呢，我带我的对象凯儿去东北看雪，然后呢，有不少的哥哥姐姐呢，觉得这个钱呢是不能这么花啊，觉得这样属于乱花钱了。后面呢，可能我会得不偿失。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哈，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呢，可能跟我父母那辈可能不一样啊。父母那辈呢很纯粹啊，女生啊也很能吃苦，但现在的姑娘的话都是非常的不一样哈。因为我们两个处于那个什么呢，建立爱情阶段啊，因为毕竟感情这块呢还不是很牢固，他也在考察我，他也在是吧，一直在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适合结婚，适不适合过一辈子，也在想很多。所以说呢，我们属于建立爱情的阶段，所以面对这个阶段的话，如果我不大方一点，我就抠抠搜搜的，他可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上面觉得对不对啊？因为现在的女孩子哈都在看男方的付出啊，如果你不愿意去为一个女孩子去付出的话，人家就不愿意跟你过，和我们父母那辈的爱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个建立这个感情阶段呢，我肯定要大方一点哈。可能等以后结了婚以后呢，就不会啊这么去乱花钱了，肯定就柴米油盐，肯定1块钱都要掰2块花，掰2半来花了，可能到时候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的话，就看雪这个事情呢，当时表白的时候呢，我已经答应过他了。他说呢，他一直很想看一下雪，如果这是他一个心愿，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南方的，也从来没见过雪，所以呢我就想着那就去看吧。我以后呢可能会跟凯儿就是结婚以后呢，可能就不会到处去玩了，就想着好好去工作、生活、赚钱了。因为现在是建立感情阶段，而且呢，我带凯儿去的大部分地方呢，就有相当一部分呢都是由品牌方这个邀请我们去，我们才去的啊。有不少的这个开销啊，吃喝住行啊，都是有这个品牌方在报销的啊。有不少的地方都是我主动带凯儿去的地方呢，其实不多，大家可以好好去算一算。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阿丽，你为什么没有把凯儿带回老家去生活哈？其实呢，带回老家生活啊，其实很简单。但是如果带回老家生活的话，那我就没有收入了。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是对我感情和事业非常关键的时候。我和他生活在广州呢，我们是能挣到钱，能通过直播呀，去挣钱。如果带回老家之后呢，就不好挣钱了。挣不到钱的话，可能就会面临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感情的话，它的基础呢必须要有物质维持的啊。如果你把对象找到了，对吧？人家看到你落魄呀，整天无所事事就在家里面待着生活，人家也会看不起你。所以呢，必须要有钱挣，必须要有工作，有一份事业在做嘛。所以呢，我就跟他在广州生活，也让他看到我在努力工作，努力在挣钱，努力在发展，为我们生活在发展。这样子的话，他才愿意啊，更愿意去跟我。所以呢，是出于这个挣钱，出于这个事业，也是出于全方面考虑，所以呢，才在这个外面去生活啊。老家的话，随时可以回去，但是回去的话就没有事情做了，因为老家没有什么就业岗位，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呢，希望大家也能理解啊。而且呢，等我们以后结了婚以后呢，用钱的地方要很多，办婚礼呀，还有，因为我们可能以后办婚礼的话要办2场酒席嘛，在他们那边一场，在我们这边一场。还有的话，以后结婚啊、生活呀、养育孩子啊，都需要用很多的钱啊。所以呢，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一直在想着怎么去挣钱，想着怎么去好好去卖货，多卖点货啊，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我说实话，我也不想卖货，卖货很累啊。因为我目前唯一挣钱的方式呢，就是卖货了。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要礼物嘛，很多的朋友建议我，要不你就打 PK 吧，打 PK 要礼物，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要礼物。那我卖货的话，我觉得是脚踏实地去挣钱，然后我是卖大家有需要的东西，大家需要什么我就卖什么，如果你需要就买，不需要就不买，而且买回去之后呢，不满意还可以退的。我感觉这个钱呢挣得我心安理得，这个钱呢我觉得挣的是脚踏实地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去卖货嘛，虽然很累，但是呢我也在坚持哈。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讲我接下来的规划哈。
接下来呢，我准备要去一趟非洲啊，见一下凯儿的父母，因为到这个时候呢，肯定要见一下他的父母啊，然后呢聊一下我们的人生大事。聊好了之后呢，就准备成家了，成家，然后呢好好在一起生活了。所以呢，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吧。那我现在很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机票太贵了，前段时间我们查机票很贵，我想着过几天能便宜吧，但过几天之后呢，还是很贵啊。2个人的机票啊，就差不多2万块钱了。然后的话，跟他们聊完之后，到时候我又想回来过年，因为呢，我们肯定要回中国过年嘛，在外面肯定过不了年。那回来过年的话，到时候春节春运回来的机票就更贵，因为现在是年底了，马上年关了嘛。然后回来的机票的话，1万大几千，将近2万。如果是2个人的话，就将近4万，加上过去的机票差不多2万，也就是就5、6万。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个人的债务问题呢，就是还了啊一部分了，我还很高兴，感觉压力轻松了。没想到又被机票难住了，想到这个就是去一趟凯尔他们的国家，然后呢再把他带回来，这个机票这么贵，因为现在是年关春运，所以呢最近也是特别的烦恼哈。那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建议我，要不等年后再去凯儿家，再去见他父母。然后有些叔叔阿姨说这个凯儿这个证件的问题，到时候可以去续签，因为凯儿的证件呢过2天就要到期了，让凯儿续签在咱们中国过年。今天呢我去他们的相关地方去问了，发现凯儿呢不满足这个续签条件，所以呢过2天呢凯儿必须要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呢我内心呢非常的忧愁，烦恼挺多的啊。这个实在不行了，我就听哥哥姐姐叔阿姨们的啊，就等年后的时候我再去见他的父母，这样子的话能把这个费用降到最低啊，就不用花这么多钱了。就是先让凯儿一个人回去，的话，给他买个机票也是大几千块钱，然后等过完年我再去找他这样子的话费用就不会这么高了。所以这2天呢，我一直被这些事情呢整的还是挺烦的啊，就一直在想晚上都睡不着，然后一直在找这个便宜机票但是也不好找因为这个最近这个年底了，这个春运这个机票确实很贵，很多人要回来过年哈，所以很贵这个去哪都贵所以呢，我最近呢也是非常的烦躁。如果叔叔阿姨哥哥姐妹有一些好的这个建议呢，也可以给我哈。你看，因为最近呢压力很大，那个头发呢都开始白了白了不少头发都开始白了不少，因为压力确实挺大的，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哈。加油吧，我希望那个能度过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哈。这个也不算是难关了，这是个问题，想办法去给它解决。如果哥哥姐姐叔叔们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希望大家能给到我哈。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谢谢所有哥哥姐姐叔叔们对我的支持拜拜。